有请。男嘉宾陈雷，34岁，来自江苏，自由职业；女嘉宾王丽丽，26岁，来自江苏，是一名销售。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天是陈先生要来的是吧？对，来干嘛呢？就是我想请他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新开始嘛。哦，现在是个什么状态？能跟大家说说吗？就是我想把家里面的房子卖掉嘛。为什么要卖房子呢？因为少外面的债嘛。哦，你在外面欠钱了。啊，对。哦，你同意卖房子吗？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他卖房子。哦，他一直不愿意嘛。反正现在是感觉闹得很僵了，就是。哦，闹得很僵，那就慢慢说吧。你们俩结婚多少年？结婚已经6年了。有没有孩子？有。孩子多大？也6岁了嘛。当时怎么好的呀？我们两个是在厂里认识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厂里管理比较严格嘛，就不允许我们员工谈恋爱。啊。后来就被厂里开除了。谁被开除了？我们两个都被开除。都被开除了，就因为谈恋爱。好，然后呢？发工资的时候，他只有1000多块钱，而我也只有几百块钱嘛。就这样，后来我跟着他离开了厂。那时候身上钱也不多，到外面衣食住行什么都要钱。没过多久吧，钱也花完了。最苦的时候睡过网吧，睡过公园。那时候虽然苦，但是我也觉得挺开心的。2011年的时候我怀孕了，那我们就商量着结婚。2012年我们就生了一个女儿嘛。结婚过后他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不回家也不顾家。结婚3天吧，他就出去了，他要到外地去。他说跟朋友做了一个小工程，说要去做生意。我说那去就去呗，也不能天天在家待着。过了1个星期他回来了，他把手上的结婚戒指都弄丢了。哦，干嘛去了？当时的确是招标了一个工程嘛，我朋友嘛就是叫我们一起过去看嘛。但是请对方吃饭呢，到最后就是工程也没做到，我也当时被骗了嘛。我一直在应酬对方，有一天晚上就是这个酒喝了有点多嘛，后来自己也不知道把这个戒指丢到哪里去了。哦，等于说揽工程，工程也没揽回来是吧？戒指还丢了，是不是？后来呢？因为那时候结了婚了嘛，因为生了孩子，我想就算了吧，就这样。过后就是有一次孩子生病了，我给他打电话，打了好多电话他都不接，后来他把手机都关了。其实当时我也知道孩子生病嘛，这件事情我做的最混的一次吧。孩子生病了，在医院没有钱，我也急。在外面要钱的时候，就是我向对方要钱的时候，想要一部分回来给孩子在医院里面看病嘛。没想到要到最后，就是对方给我的手机都拉黑名单了。我也很着急，我也最后就是无知所措了，我把手机都关了嘛。就是那一次最混的了。哦。回来前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也不联系老婆了，是这意思吗？对。孩子跟他关系好吗？孩子？不好，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开开心心的。父母领着去动物园呐、游乐场啊，我们家孩子这么大了，甚至都没去过。你们结婚之后，他是常年在外头，还是也在家里？孩子小的时候，我是经常在家里带孩子，他是一直说在外面挣钱的，然后他也没挣了多少钱回来，每个月的工资都没有他拿出去的多。等于你结婚之后就不工作了是吗？对，我就在家里带孩子。你在家里带孩子，按照分工你是出去挣钱是吧？对。但是你挣不回来钱是不是？对。钱都从哪儿来呢？爸妈给点嘛，就是。他在外面工作的努力吗？不努力。那你在外面干嘛呢？其实不是不努力嘛，因为我那时候一直想嘛，我在工厂里面拿一点点那个收入，怎么给老婆孩子带来美好的环境呢？就是自己一直在外面想拼搏啊什么的。你都干嘛了？在外面拼搏？在外面像朋友啊做生意的，就是一起跟人家过去。后来到最后，其实把那一份工作自己也弄丢了。等于这么多年来你无所事事，是这意思吗？就6年来你可能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一事无成。对。努力了吗？其实我也在不断的努力啊。可是现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你现在在外面欠了钱了是吧？对。欠多少钱啊？大概20万吧。怎么欠的呢？做生意亏了，还有做事的时候请人家吃饭啊，都是消费比较高的嘛。哦。就是这花钱应酬是吧？对。就光应酬了是吧？
对。说白了，这钱不就乱花了吗？是这意思吗？对。欠了20万呐。平常人家借给你钱的人不问你催钱吗？我家里面亲戚啊、朋友啊，就是一直在催这个钱，所以我想把家里面这个房子卖掉，还清债务嘛，从头再来嘛。你知道他在外面借了多少钱吗？不知道具体多少钱，我是不知道的。那你们怎么过日子的呢？你都不知道他借了多少钱？过日子，因为之前我都是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吃什么都是公公婆婆的。哦，那现在你要卖的房子是什么房呢？就是我们家仅有的一套房子嘛。这房子是谁的呢？我父亲他们房子嘛。哦，你还要卖你父母的房子啊？就是我是家里面唯一的儿子嘛，想把这个房子卖了，就是买一栋小一点的，剩下来的钱就是把我还清外面的债务嘛。卖了房，你父母住哪儿呢？买一个小一点的面积嘛。我也跟我父母沟通过了嘛，我父母叫我们夫妻2个沟通嘛。他不同意。对。那这房子再卖了，等于什么都没有了，你是这么想的吧？是的，万一他还那样的话，我跟孩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哇，你可以哈！这6年就在外面晃晃荡荡晃了20万的债回来是吗？这6年呢，我也在努力啊。别人的孩子有了，我也想我自己的孩子有嘛。那你努力工作呀。可能就是工作。你这6年有多少时间待在家里，有多少时间在外面？你方便说吗？在外面的时间比较长嘛。在家里面的时间1年大概，比如12个月，你有多少个月是在外头，多少个月在家里？正常是在家里面1年最多1个月吧，到2个月这样的。我的天哪！那你等于嫁给一空气嘛？就春节回家是吧？有时候春节也不回家的。春节不回家去哪儿了呢？就是在外面嘛，没有脸回去嘛，就是感觉到很自卑的那种。啊。他年龄比你大，对不对？大8岁。你跟他结婚的时候多大呀？22岁。他那时候30了哈。你跟他是初婚还是再婚？我有过一个孩子吧。你知道吗？之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的？2年过后我才知道。就是有一次在朋友聚餐的时候，他朋友就对他讲，他说你儿子不小了吧？当时特别的震惊，我说你儿子？你什么时候都有一个儿子了？我跟你在这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不一直向你解释吗？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敢说，怕说了你会离开我，所以我没对你讲，一直把这个事情压在自己心里嘛。你是有个孩子是吧？对。就跟他结婚之前。对。男孩女孩？男孩。哦，那这孩子跟谁呢？跟着我，在我父母那边嘛。哦，等于那孩子也跟你一起生活是吧？对。然后你们都花他父母的钱，你还出去折腾，现在等于折腾完了以后，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又想把爹妈的房子给卖了。我只想卖了房子过后还清债务，重新开始嘛。重新怎么开始呢？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在厂里面上班嘛。哦，你现在还想跟他过吗？我怎么说呢？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想不想跟他过，反正看他自己吧。我天，你还看他自己？就是他愿意跟你过，你就跟他过是吧？不是，他如果好好的话，我肯定会跟他过的，要不然我早就离开他。但是房子我是不可能卖的，因为什么？如果房子卖了，他还那样的话，我们真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家里面所有的财产就剩这套房子了吧？对。平常吃饭靠什么吃饭啊？吃饭之前的话，我们都是跟公婆住在一起。小孩子上幼儿园开始，我也出来上班了。啊，等于你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你加上公公婆婆。对。就是你们挣的这些钱，他拿出去花，是这意思吗？对。我天！因为我少外面这么多钱，一直被外面向我要这个钱，我也不能安心的去找一份工作什么的，我就想把房子卖了嘛，我们买一栋小一点的，让我重新开始，踏踏实实的就是。哎呦，你是个啥主张啊？没意见啊？我就是不同意他卖房子，然后日子怎么办呢？日子他要想过就过，不想过咱就散。然后反正我也能凭自己劳动养活一家老小。散怎么个散法嘛？
房子总归是公公婆婆然后带着小孩住的，要不行的话就是我带着小孩，就是我要是。我理解了，就是说其实在离婚这个问题上你也没考虑过，是吧？对，因为要不然这样的话我早就跟他离了，因为小孩还小嘛，小孩也挺可怜的。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不知道为什么女生能坚持到现在，你口口声声说孩子可怜，其实你不觉得这样的日子过下去孩子会更可怜吗？你现在完全就是一种守寡式的婚姻状态，有他没他有区别吗？你一个人挣钱养活孩子交学费，给孩子买吃买喝买穿，无非就是公公婆婆帮你带了孩子，跟他有关系吗？但是完全没有关系。我还是希望他能改好了。然后如果他能改得好，这6年他早就有转变了。而且在一开始你们2个人谈恋爱的情况下，他居然隐瞒自己有儿子的这个事实，你在嫁他的时候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在你们的感情当中是一个多么大的问题，多么大的谎言。那时候考虑过，就是年轻，而且你的日子现在过得糊里糊涂，他在外面挣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你们家现在有多少钱，这个钱怎么规划，他在外面6年在干嘛，过年甚至都不回家，日子过成现在这样，有很大责任是你自己造成的。为什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呢？而且为什么这样的婚姻你还要把主动权交给他，说看他过不过，看他想不想离婚？你怎么就是卑微成这个样子，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男生我真的不想说什么，因为有一种努力就叫嘴上努力，嘴上说的特别好听，我想，可是在这个想的背后你做出了什么呢？不光自己不挣钱，还花家里的钱，现在2个孩子的情况下还在啃老。女生这样的日子你还要不要继续下去了？你还要不要这样糊里糊涂的过你的人生，甚至搭上你女儿的人生？孩子现在还小，你为了孩子将来考虑，有这样一个爸爸做榜样，双引号的榜样啊，你想想你未来孩子会是什么样子？好吧，谢谢。男生反复强调说在外面闯的这6年是在为家里人，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1年才回来1到2个月，甚至春节都不回来，这么特殊的时间都不回来？很难相信说你在外面这6年是为了家里人，是为你自己吧？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6年怎么说都不改？为什么现在要改了？因为烧外面的菜现在天天被人家要嘛。被别人逼回来了是吧？对。你是害怕别人的逼债，或真正的心回到了这个家？是前者是吗？那这个房子坚决不能卖，因为你现在并不是说重新回到这个家庭了，不是说你后悔了，你是怕了，你怕的不是失去这份家庭的爱，你怕的是那些债主啊。所以房子肯定是不能卖，用你的实际的行动去还债，因为房子不是你的，你凭什么拿别人的东西来还自己的债呢？你现在欠的不仅仅是外面的这个债，情债你也欠了很多。你现在是要还债，一边还钱，一边还自己的妻子、孩子，甚至于你对自己父母欠下的那份情债，你知道吗？如果你真是意识到说我要先还自己家人的情债，那我觉得你是可以和好的，机会是有的。但仅仅是害怕那些外面的债主的话，你把这一家老小的未来往哪里放？如果你真有一丝悔意的话，回到厂子里去，发挥你的一技之长，做得像一个男人，像一个老公，像一个父亲，好不好？好，赶紧努力去做吧。至于女孩啊，房子断然不能卖，只要她的心能够回来，我觉得可以给她一个机会，好不好？
但是这种机会一定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看他的行动，做自己的决定，就这样。一个男人穷啊，不可怕，怕的是看不到希望。一个女人傻，其实也不是最可怕的，怕的是傻到没有原则和底线。我为什么说在这个男人身上看不到希望？他曾经有过一个孩子，跟着的是他的父母，他并没有从那段感情当中找回到男人的责任，而是一股脑的把责任推给了父母，然后轻轻松松的和你恋爱。恋爱之后再双双被开除。事实上，从你的资料当中我所看到的不是双双被开除，而是当你们发现恋爱是工作单位所不允许的情况之下，他劝你要辞职，是吧？所以从第一次感情当中没有找回男人的责任，第二次跟你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又以牺牲你的利益为前提，这像个男人吗？跟你结婚之后没有踏踏实实的去履行2个孩子和对妻子的责任，以及对于父母的孝顺，踏踏实实工作，长达6年在外面混，都不能找到一条回头路，都没有愧疚之心，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男人还有希望？另外，从你们的资料上所了解，他对自己的孩子是完完全全不管不问，当着孩子的面吵架也不拿钱回家，倒是给别人家的孩子包大红包，是这样吧？自己家本来就穷得叮当响，在外面吃饭还打肿脸充胖子，把邻桌的餐费2000多元的海鲜钱也给买单了，是吧？是有这个事儿吧？是的。所以你说说看，从你身上哪一点看得到希望？请问，凭什么给你再一次的机会？你看不到希望吗？你一开始闷着头跟这样的一个男人在一起恋爱，蒙着头嫁给他了，这可以理解，年轻嘛。但你已经做了母亲了，这么漫长的一个时间，你但凡从这个男人身上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一点希望吗？你看到了一点责任吗？你居然还在说看他愿不愿意顾。如果没有父母的存在，你们的家庭早就散了。所以这套房子一旦卖了，你们已经到了离婚的边缘。他说他害怕债主上门敲门的日子，其实以往就是他一次次的逃离责任，都是别人一次次的帮他承担了责任，他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第一次他没有承担责任，是父母承担的责任，后面长达的6年家庭责任他没有承担，是你和公公婆婆在承担。他一次又一次的逃避自己的责任，这一次他又想把父母的房子卖了，然后来堵上那些债主的嘴。你觉得这次让他好过了，他以后还会不会再犯？他一定会再犯。你不要到最后他回不了头，你也心生绝望。你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孩子，你别过懵了头了。就这样。女生啊，人生要有大方向啊，拿好主意吧。是要改变是吧？浪子回头，好好回吧，做出点实际行动来吧。接下来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如果你要跟我离婚的话，我想要这个房子，我也不知说什么了。反正嘛，如果你给我机会，我就会好好的那个。为了你，为了孩子，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吧。为了孩子这么多年，你也没怎么管过孩子，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这么多年你话都说得那么好，但是你从来都没有一件事说兑现过你的承诺的，你还要我怎么跟你说呢？我受够了你给的痛，最后就像是一个梦，梦里的我不会梦，痛不过是没死去的一谢谢两位啊，我真的一点都不痛，我真的不需要你懂。来，
请关门。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身不作也不吵，还能忘掉，我应该可